Hello Hello， 屏幕前耳机里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欢迎来到青青羊的播客时间，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羊，一个陪着大家慢慢成长、一起升级的普通人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，应该是很多小伙伴都关心的思维认知与脑力升级。其实，在准备这期播客之前，我问过身边几个朋友，我说你们觉得思维认知和脑力到底有啥区别？有人说不都一样吗？脑子好使，认知就高呗。也有人说好像不一样，但具体说不上来。相信很多小伙伴可能也有这样的困惑，所以今天咱们就从最基础的区分开始，慢慢聊一聊怎么在日常生活中悄悄提升自己的思维认知，锻炼自己的脑力，不用费太大劲，也能慢慢变成更清醒、更有能力的自己。首先，咱们先掰扯清楚两个概念，思维认知和脑力。我先说说我自己的理解哈，不一定是标准答案，但特别好懂。脑力更像是咱们大脑的硬件，比如记忆力、专注力、反应速度，就像手机的处理器，配置越高，运行的越快。而思维认知更像是大脑的软件，是咱们看待世界、分析问题、做出选择的方式。比如同样一件事，有人只看到表面，有人能看到本质，有人遇到困难就慌，有人能冷静找到解决办法，这就是思维认知的差距。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，比如同样是加班，有的人会抱怨，凭什么让我加班？太不公平了，然后带着怨气应付，越做越累。而有的人会想，这次加班是不是能学到新东西？是不是能让领导看到我的能力？就算不能，也能熟悉一下工作流程，以后做起来更顺手。你看，两个人的脑力可能差不多，都能完成加班的工作，但思维认知不一样，带来的心态、结果，甚至长期的成长都会天差地别。所以咱们今天的核心不是教大家怎么死记硬背提升脑力，也不是教大家一些玄乎的思维技巧，而是分享一些普通人都能落地，每天花10到20分钟就能做到的小事，既能锻炼脑力硬件，又能升级思维认知软件，慢慢养成一种更清醒、更高效的思考习惯。先说说脑力升级吧。很多小伙伴觉得脑力是天生的，小时候脑子好使，长大了就固定了。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就像咱们的肌肉，只要坚持锻炼，就能慢慢变强壮。大脑也是一样，只要有正确的方法，坚持练习，记忆力、专注力这些硬件都能慢慢提升。第一个小方法，也是我每天都在坚持的，就是专注单任务。现在咱们每个人都离不开手机，刷着短视频，聊着微信，做着工作，一心多用好像成了常态。但其实一心多用不仅会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，还会慢慢消耗我们的脑力，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浮躁，专注力越来越差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写文案的时候，手机一响就忍不住看，回复完消息，再回头写文案，就忘了自己刚才想到哪了。一篇几百字的文案，能磨磨蹭蹭写一上午，越写越累。后来我就开始尝试专注单任务，每天给自己设定1到2个专注时段，比如早上9点到10点，只做文案相关的事，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放在离自己够不到的地方，不刷短视频，不回无关消息，就安安静静的做一件事。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难坚持，脑子里总想着有没有人给我发消息，短视频有没有更新，有时候坐不住5分钟就想动。但我没有强迫自己，而是慢慢调整，比如先从专注10分钟开始，完成之后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，比如喝一杯喜欢的奶茶，看5分钟短视频。慢慢的，专注的时间越来越长，现在我能轻松专注30到40分钟，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，而且做完之后不会觉得特别累，反而会有一种成就感。这个方法真的很简单，不需要你花太多时间，也不需要你有什么特殊的工具，只要你愿意放下手机，专注于一件事，每天坚持10到20分钟，慢慢的你的专注力就会提升，脑力也会慢慢恢复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稍微动一动脑子就觉得累。第二个提升脑力的小方法就是主动回忆，拒绝无效重复。很多小伙伴觉得想要记住一件事，就要反复看，反复读。比如背单词，抱着单词书一遍一遍的读，读了很多遍，好像记住了，但过一会儿就忘了。这就是无效重复，不仅浪费时间，还达不到提升记忆力的效果。正确的做法是主动回忆，比如背单词，看完一个单词之后，不要一直读，而是合上书，试着在脑子里回忆这个单词的拼写、意思，
回忆不起来的时候，再翻开书看一眼，然后再合上书回忆，这样反复几次，比你一遍一遍的读记得更牢固。再比如，每天晚上睡觉前花5分钟时间回忆一下今天做了什么，学到了什么，哪些地方做得好，哪些地方做得不好，这样不仅能锻炼记忆力，还能帮你梳理一天的生活，让你变得更清醒。我每天晚上都会做这件事，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回忆一下今天的工作、学习，比如今天播客的脚本写了多少，学到了什么新的知识点，和朋友聊了什么有意义的话题。有时候回忆不起来的细节，就会在脑子里多琢磨一会儿，慢慢的，我的记忆力真的提升了很多。以前经常忘事，现在很多小事不用记在本子上，也能记得很清楚。说完了脑力升级，咱们再聊一聊更重要的思维认知升级。其实思维认知的升级比脑力升级更难，因为它需要我们打破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，跳出自己的舒适区，学会用更全面、更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。但它也更有价值，因为一旦你的思维认知提升了，很多以前想不通的问题、解决不了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。第一个提升思维认知的小方法，就是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，拒绝被动接受。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信息，比如刷短视频看到的观点，朋友说的话，网上看到的文章，很多小伙伴都会被动接受这些信息，觉得别人这么说肯定是对的，从来不会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，这个观点对不对，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。但其实很多信息都是片面的，甚至是错误的。如果你一直被动接受，不去思考，你的思维就会变得越来越僵化，认知也会停留在原地。所以不管是看到什么信息，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。比如看到一篇关于年轻人应该躺平的文章，不要一下子就认同，而是问自己为什么会有人这么说？躺平真的能解决问题吗？年轻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多思考一层，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我以前就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动接受信息的人，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，有时候遇到问题也不会自己思考，只会想着别人怎么解决我就怎么解决，结果就是很多事情做得不尽如人意，而且自己也没有成长。后来我就开始强迫自己多问为什么，不管是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还是生活中看到的现象，都要多思考一层。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看问题越来越全面，也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人云亦云。第二个提升思维认知的小方法，就是跳出自己的圈子，多接触不同的声音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圈，身边的朋友、家人大多和我们有着相似的思维模式，相似的认知水平。长期待在这样的圈子里，我们的思维就会被局限，觉得世界就是这样的，事情就应该这样做。但其实世界很大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、思维模式都不一样。多接触一些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声音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还有这样的思考方式，原来事情还可以这样做。这样你的思维就会被打开，认知也会慢慢提升。比如，你可以多关注一些和自己行业不同的博主，看看他们是怎么看待问题的，也可以多和身边不同年龄段、不同职业的人交流，听听他们的想法和经历，甚至可以多看看不同类型的书籍、纪录片，跳出自己的认知局限，了解更广阔的世界。我以前很少关注和自己行业无关的内容，觉得和我没关系，看了也没用。但后来我开始尝试看一些心理学、社会学的书籍，关注一些不同行业的博主，和不同职业的朋友交流。我发现很多其他行业的思维模式、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其实可以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，而且接触不同的声音，也让我变得更加包容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固执己见。第三个提升思维认知的小方法，就是复盘总结，从经历中提炼经验。不管是成功的经历还是失败的经历，都是我们成长的财富。但很多小伙伴事情做完就做完了，从来不会去复盘总结，所以就算做了很多事情，也很难有成长，思维认知也很难提升。其实复盘总结很简单，就是每天花10分钟时间总结一下自己今天的经历，比如今天做了一件什么事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，怎么做的，结果怎么样，哪些地方做得好，哪些地方做得不好，如果下次再做应该怎么改进。这样的复盘总结不是让你纠结于过去的成功或失败，而是让你从经历中提炼经验，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同时也能让你慢慢学会反思，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。我每天都会做复盘总结，有时候是在晚上睡觉前，有时候是在第二天早上，哪怕只是简单的几句话，也会认真总结。比如今天和客户沟通，没有很好的理解客户的需求，导致沟通效率很低，我就会总结，下次和客户沟通的时候，要先认真倾听客户的需求，多问几个问题，确认自己理解的是对的，再给出自己的建议。这样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，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其实，思维认知和脑力升级从来都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，它不需要你花很多时间，也不需要你有什么特殊的天赋，只需要你每天坚持做一些小小的改变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慢慢的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思维越来越清晰，脑力越来越好用，看待问题越来越全面，遇到困难也能从容应对。我知道很多小伙伴都很着急，想要快速提升自己，想要一下子就变得很厉害，但其实成长从来都没有捷径，慢慢来才会更快。就像咱们种一棵树，不可能今天种下，明天就开花结果，它需要我们每天浇水、施肥，慢慢培育，才能慢慢长大。思维认知和脑力升级也是一样的道理，需要我们每天坚持，慢慢积累，才能看到变化。最后，我想和大家说，思维认知和脑力升级不是为了和别人攀比，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清醒、更从容、更有能力，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，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，不管你的思维认知、脑力水平如何，只要你愿意开始，愿意坚持，就一定能慢慢提升自己，解锁更优秀的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播客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